Hello，大家好，我们是 Mandarin，你的虚拟货币好朋友，我是 Brian。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5件 Realty 的小问题。在影片开始前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欢迎用我们叙述中的这个网址 realty.click 输入你的网址列之后，进去了解这个 Realty 网站哦。第一件事情是，购买股份币过程中会因时间点和房产热门程度遇到困难。在 Realty 的网站上，所有的房产的股份币购买的时间，其实都是有规定好的。那以我们亚洲的时区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下午还有半夜。那这两个时间的来讲呢，应该大家很难在半夜的时候爬起来去买吧。这个隔天就是大家都要上课上班的，如果半夜爬起来买，这有时候可能隔天就会睡不饱啊，这样子。那这两个时间点呢，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还有我们团队的经验，看起来就是其实只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股份币就会被抢购一空。那这个时间其实还算是蛮短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在这个一释出之后，然后你在10分钟内，你就要把这个股份币就赶快给买到手，这样。那这个时间上是讲都会比较短。那再来就是因为时间一到一释出的时候，这个全世界啊，大家都会涌过去买这个股份币，所以这个 Realty 他们的伺服器呢，有时候会因为瞬间的这个负载过大，这个流量太多人一次上去了，会导致说这个他们的伺服器有宕机。那个你可能买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秀出一个 page 给你说啊，这个伺服器宕机了，然后你就要重新整理。那再来是如果你是用信用卡去付费的话，你在最后的那个结账的过程中，你会需要是去输入这个你的信用卡的号码，然后有效期限，还有末三码，然后可能还要手机的那个验证码的认证。那你想要在这段的时间里面，这些其他所有人都是抢着在购买这个股份币的。那在这个10分钟之内，你要输入这些资料，其实都会是一个时间，然后有可能又遇到这个伺服器的故障，就会导致说这个你购买这个股份币有时候就会有点难啊，在这10分钟内就有一点点紧张这样子。好，那再来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购买的经验。像我是昨天半夜我才爬起来，然后我才看到就是有一个房产，我是想要去买的。然后我在半夜大概快要3点那个时候爬起来要去买，结果就因为这就遇到这个伺服器宕机，然后那个我的电脑上因为就是读取又不够快，可能就是可能 Realty 它一次太多人进去了，它那个画面就宕机，就导致我就是虽然我说我已经半夜爬起来，但是我还是在电脑前面然后干住了大概5分钟，然后几乎都没有动，然后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哇，是好不容易爬起来，结果还是有可能买不到的这种状况。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像这个我在拍这支影片的那个大概前1个小时啊，我才买到那个房产的那个股份币，那就是还有我就是有这种提早准备，然后我再试一次，就还好，这是运气比较好，就有买到股份币这样子。好，那再来啊，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最后要结账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使用这个 XDAI 或者是 USDC 这2个方式去付款。那它的差别是还蛮大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使用 XDAI 跟 USDC 去付款的话，当你通知 Realty 说你要用这2个方式付款，它就会自动的把你的这个所有权先 lock 锁起来，然后现在目前来讲是会锁住8个小时，然后你只要在这8个小时内去付款的话，你就是还是可以得到这个所有权。但是这个8小时只是现在啦，那我不知道说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更新，你可能再变更短或变更长，这我还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用 XDAI 跟 USDC 去付款的话，会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优势。就是你可以先赶快点下去，然后你就锁住了你的股份所有权。那再来，如果是像我用信用卡去付款的话，就要很紧张，就在那边赶快输入这个信用卡号码，然后赶快收到手机的验证码资讯啊，然后才可以赶快去买到这个股份币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是房产供给不足以满足购买需求。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当 Realty 它一释出房产还有股份币之后，大家就会去抢购一空。那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就呈现出 Realty 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房产还有那个股份币是远不足以去满足大家的这个购买需求的。那针对这个状况呢，这个 Remy Jacobson 他是负责去购买或者是取得这个房地产的人这样。那这边我想跟大家看一个画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 Remy Jacobson 那个时候还有他的团队，就是有去找到一家公司叫做 Roofstock。那 Roofstock 这家公司呢，在美国那边是专门是做房产的这个购买，然后还有那个投资的，所以他们这家公司本身就持有了很多的房产。那这个 Realty 呢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决定，就是因为Roofstock 他们会有很多的房产，那等于是Realty 就直接从这个 Roofstock 这边购买过来。那所以啊，以后如果大家有去看这个Realty 网站啊，有时候就会看到它这个画面上就会写一个 Roofstock Property， 意思就是说呢，它这个房产本身之前呢是 Roofstock 这家公司所持有的那这就是这个 Remy Jacobson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有提出来的这个想法，然后有时候去执行，试图想要去取得更多的房产来提供给大家。OK， 那再下一个方法，他们那个时候用的是去其他的国家去取得房产。那我这边要到下面这个地方这个是巴拿马的国家。那这个也在 Realty 的这个可购买的房产的物件里面。那这个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当他们用就是去国外或者境外或其他国家去购买的话，有时候能够取得房产的这个也许速度也好，或者是数量也好，都会比较快或者是比较好。就是这个看他们当时状况而定，有可能就是觉得去巴拿马买房产的话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决定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去巴拿马买。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就是这边也会写着说这个房产它是来自哪里这边就是看到是 Panama 这样子。好，那在第三个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些一般散户啊，这一般人啊，就是抢购不到这个股份币的话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之前影片有没有提到一个平台，那叫做 Yum， 它是一个股份币的一个二手平台。那我这边想给大家看一下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之前上一个影片没有提到这个 Realty Rent Tracker。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Secondary Market。那这边点进来之后啊，当你选择说依照这个 Price Difference， 就是依照差价去点选的话，它会跳出这一整页的这个资料。那我现在想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资料是什么。它这个就是二手市场现在所有提供出来，然后寻找买家的一个页面。那这边的有它的 offer， 等于像 offer ID 就是说它这个物件它投出来想要找人去买，它的编号是什么？然后这个房产它的名称还有它的地址是什么？然后它现在的这一个 token 的这个金额是多少？然后它所提供就是让你买那个时候的金额是多少？然后这个 offer amount 指的是说它现在有 10.05 个这个 token 去放在这个平台上来开放给大家购买。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绿色的这个减 1.86 啊，这个要看它的这个它是 percentage 那它的这个读取方式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只要是0那就代表是它现在所贩售的这个金额是和 Realty 当时购买的金额是一模一样，就是它没有涨也没有跌，0就是一个基准点就是它是一个0。那如果说是减 1.86 表示是它比起了这个卖家当时从 Realty 手上买过来的价钱还要低了 1.86% 它是这样子看的那再来这边可以看到是
current yield，就是说它目前有的这个年化报酬率是 4.08%， 那他也会想说是 new yield， 就是说这个 4.16%， 就是说未来会有多少的年化报酬。那后面这边会有这个 rent start date， 就是说它什么时候会开始起租。那如果我们一般人啊想要去买这个这个二手平台上面的话，其实就可以点这边的这个编号进去，那它就会带你到这样子的一个页面来。那在这个页面呢，它就会告诉你就是更多关于这个房产的资讯，然后还有这个二手的这个 token 它的这个资讯是什么。那在上面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去看这个资讯，然后看你要不要去做这个购买这样。第三个问题，假期出租类型房产看似精美，但需注意淡季影响收入。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哦。有没有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房子？它的内部的布置算是还蛮精美的，然后它的公设又有很多的这种度假感的这种游泳池啊，还有这种桌椅啊，然后会让你感觉好像买这个房产应该算是还不错的投资。好，那过去曾有这种经验，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样子的房产应该算是还不错的投资，大家涌进去买。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这些房子它是属于这种度假村，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淡旺季之分的，等于是说只有在旺季的时候才会有人去租这些房子。那当有人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收到他们的租金，我们才会有这个收入这样。那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没有人住在里面，那等于就是不会有人支付我们这个租金。所以像这个房产呢，它虽然说它这个房产相当精美，但是它的那个预计的年化报酬已经是0了，因为它是没有人住在里面，所以就自然就不会有人去支付这些租金给我们。而且它是从2021年就开始起租的，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人再继续租这一栋房子这样。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想要回到刚才的那个 Rent Tracker 这个地方给大家看看。这个8065，然后 Lost Shaker 的这个房产啊，它现在被放在这个二手市场上，然后被用以比较低的价格在贩售，等于是这个卖家他就是想要赶快的把这个房产去出售掉。那这边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负 2.87 负 1.98， 等于是都是以比当时还要比当时买到 Realty 的那个股份币的时候价格还要再低的这个价格想要去卖掉，就赶快贱价的出售的这种概念。那为什么可能大家就发现说像这样子的这个假期出租类型的房产是可能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好，然后它所产生的这些收益也不如想象中大。那例如说像这个 Lost Shaker 这边点进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是长这样它一样在 Florida， 然后它是 Vacation Rental。然后我这边往下翻啊，就是它现在只有这个 4%。那其实以 4% 这样子的这个报酬，在 Realty 上来讲，其实算是真的是很低很低的。因为像我们平常一般看到那种 Single Family 啊，都其实几乎都是可以到 9% 多的这种报酬。所以如果只有 4%， 其实算是表现相当比较不好的这样。第四件事情是，若大批租客突然搬出，会影响收入。在今年2023年的7月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有大批的这个租客呢，他们决定要搬离他们的住所到其他的地方去，而这件事情呢，算是有影响到了就是 Realty 的这个股份币的持有者他们的收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猜测就是还有我们看过的一些资讯啊，我们猜测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美国近期他们的那个通膨一直上升，然后物价也不断的上升。那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很多的租客就发现他继续租在这边呢，就是真的很贵，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然后就决定要搬走，这会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再来就是之前啊，在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因为2021年跟2022年，大家因为无法移动的关系，都只能关在家里。就是即使他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要搬迁的这些计划，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只能卡在家里面。
那到2023年比较趋缓之后，那大家就觉得，那是看起来是可以去搬了，那所以就是选择这个时间点，然后也许再加上7月的时候那段时间左右，可能学期结束等等的原因，那个小朋友们那个学期结束，所以爸妈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移动，所以这会这个影响呢，就是各个不同的那个租客决定在这个时候搬走，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细节是什么呢？我想让大家看一下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在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这个 Realty Rent Tracker 这个网站。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说，这其实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地址，他们所拥有的这个股份币的数量，还有他们每周的收入是多少。那我想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解释，就是这个地址是我从这个网站上面就是随便截取一个，然后它捞出来资料的。那这个其实区块链上面的资料都是公开的，所以其实欢迎大家其实有空的话可以去玩玩看这个网站，就是去看看说，这个网站上面它有什么资料，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不同的资料，然后它是公开的，然后就会知道说其他人他是怎么做的，他持有多少的股份币，然后他每周收入多少，其实都公开，就可以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蛮鼓励大家去看看。好，那这个地址呢，它所拥有的这个token 的数量，就是它所用的股份币数量，大家可以看下这边这边有写一个2023年的7月2号，它原本拥有这个117个这个 token， 然后但是到了7月9号才过了1个礼拜，然后就掉了这个掉到98个。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在 Realty 的这个计算的方式里面，就是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如果这个房产它所产出的这个年化报酬率是0% 的话，就不会被计算在内。那这样子这个掉的幅度呢，其实在大部分的那个股份币持有者的算是有一个算是这是一个模式，就是说大家都在7月的时候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只是受影响的状况大跟小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对，它的确在7月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也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租客搬离他们住所，所以导致了就是有一个空窗期然后让这个大部分的房产的持有者都到现在为止，你看到现在还是98，表示他之前的之前掉下来这些股份币一直都还是可能还是0%，他都还没有这个住客住进去这样子。第5件事情，过去曾发生过房产纠纷。好，那我这边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 Realty 他在购买一个房产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就是卖家原本连那个合约都签好了，然后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但是到最后却没有去履行那个约定，就是没有把这个房产卖给 Realty。导致说 Realty 在当时就是 John Mark 他当时已经把这个房产已经把它币化，就是把这个股份权股份币已经卖出去给大家，然后大家都已经买完了，然后结果就发现说哇，这个卖家他却想要反悔。那当然这个细节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反正当时那个状况就是原本那个 John Mark 已经谈好了这个房产，但是后来这个卖家反悔，而导致说这个原本已经买了这个房产股份币的这个持有者却到处却得不到这个房产所有权的这个状况，这种窘境那其实想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其实在取得房地产，然后购买房地产，然后跟这么多的这个房东建设公司去周旋、去斡旋、去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很多困难的，就是会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然后这些房产的取得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那 Realty 呢，就是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去跟这些持有者去谈合约等等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买到这些这个股份币。那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 Realty 他们的立场其实都是
算是还蛮友善的，就是会很有承诺，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个房产，但是到最后却没有办法让你取得这个所有权的话，那通常那个 Realty 都会把你的这个股份币给购买回来，然后等于是说有点像退费的那种概念这样子。那但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其他的案例，就是如果说你就是虽然发生了像类似刚刚那个 Marlows 这个房产的这个事情啊，但你如果持续的去持有这个股份币的话，那其实Realty 还是会想办法去弥补给你，可能就是用其他的方式等等的去，就是不会让你去白白的去花花这些钱。那也有可能，也许用另外一个房产的方式，或者是什么方式让你去得到这个补偿。所以，也许假设以后如果发生这种状况，你如果持续的持有那个股份币，也许会得到一些额外的 bonus 也说不定。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每个案子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就讲完了的5件的 Realty 的这些小问题。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欢迎按赞，然后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那记得哦，就是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欢迎就是用我们叙述中的 realty.click 这个连结然后输入进去网址列去了解这个 Realty 的网站哦。好，那有问题的话，欢迎再留言，拜拜。